赶紧走吧，我在这儿浑身不自在。你手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。还跑一趟，这个真是。你们几个啊，瞎话张口就来是吧？连句道歉都没有就想走了？这个发生的这么突然，我们看错了，难道不应该值得被原谅吗？啊，看错？有监控的时候你说你看错了，没监控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什么杀人犯就是他？谁给你的自信啊，大哥啊？行了，说清楚就算了。小姑娘家的，这么不依不饶呢？算了，我凭什么算了？我朋友无缘无故被你们冤枉了，都有心理创伤了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一个个的瞎话张口就来，草稿都不打，我要告你们，给我等着！这小丫头这么多屁话呢啊！那当事人都没说啥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？你想打架是吗？来啊！怎么了？要动手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常来常往啊！你拦我干什么？当自个儿家一样啊！气死我了！有事儿，非在这儿说吗？刚刚那警察提醒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为什么追他？他拿火锅泼我，我能不追他吗？所以，他为什么拿火锅泼你啊？他就跟我说他晚上做梦，梦见那个什么张通了，然后我是多说了一句，也怪我嘴贱，我就说，那当时桥上也就你和那女的2个人，那人不会是你杀的吧？他一听，那脸色煞白啊，他一下就把那火锅给我泼过来了。你说我能不追他吗？啊？那他脸上的伤怎么回事？他就是这个。我当时追马超追了一路，摔了一跤，满手都是血。后来我把他摁在地上，还疼得龇牙咧嘴的，脸上还被撩起来一圈火泡，就像那种被烫伤了一样，就这个形状。什么玩意儿？日字上面少一横。我觉得像舌头。舌头？其实仔细想想，13000的事情和木代的事情有点像。他们说他们是凶手，那他们就是凶手。3言2语，口舌杀人。这是上古文字，口字。上古文字。新简，难道新简在马超身上？那这样就说得通了。新简害怕咱们的血，所以接触皮肤后才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。那如果新简在马超身上，宋铁和武一平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啊，今年只挣13000的那些人，总不能人人身上都有新简吧？被新简击伤，机体的复健能力远超常人，怎么会昏迷不醒呢？有没有事？需要帮忙吗？没烫伤吧？
你怎么来了？怕我办事不牢靠啊？有一个人从旁协助，总是安心一点。新简在马超身上吗？很奇怪，不在他身上，信件也没有离体的痕迹。可明明之前他很害怕13000的血，我有点糊涂。总会搞清楚的。心态这么好，不然呢？每次不都这样吗？从迷雾重重到抽丝剥茧，查清楚真相，总会清楚的。来，安安，咱们多吃一点。你看你这么瘦，咱们只有多吃一点才能长高高啊！来，张嘴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。妈妈，我饿了。你是饿死鬼吗？你不是中午刚吃过饭吗？可是我还饿。看那边，给我站那儿去，去那边站，去。真他妈一天都是讨债鬼，真是。有的孩子就是心肝宝贝，有的人就是讨债鬼。为什么？可能是爱有多寡吧。麻烦和爱只有一线之差。足够爱你的人，你再怎么麻烦，你都是他们的宝贝；不够爱你的人，你再怎么乖巧听话，都只是麻烦。给我出去！滚！滚的！来吃你最爱的薯条。是啊。来。你找到你妈妈了吗？别人跟我说她死了，听说是跳桥死的。经过最近的事情，我都害怕听说这2个字了。是啊。莫代，需要帮忙吗？多一个人的话，总比你一个人好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个大外挂，门风虎。我不记得他的名字。他爱穿红色高跟鞋，住在老城区的一片圆楼里。但是那个楼早就荒废了，后来得了病，绝症。嫌医生治不好他，拿刀把医生捅了。这就好办了，难天不大，从医院入手应该不难。不过木代，你有没有想过找他是为什么？找他还需要理由吗？我指的是，你是想找回失落的亲情，跟他相认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回到原来的地方，看看自己的来处，顺便问问他为什么嫌我吃的多，嫌我弄脏衣服，嫌我把澡盆里的水弄到地上。后来我很努力的每次吃的很少，比别的小朋友都爱干净，洗完澡还会擦干地上的水，可是他还是喵。爱有多寡，道理都懂，可是这4个字还是挺伤人的。上天给了每个孩子一个母亲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带上同样的爱呢？想不明白。我不会把你的爪子剁掉的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啦。好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很开心。那你回家想看动画片吗？想。木代，
会好的。马超身上没有信件，好像也说得通。因为马超要是寄生者，那他跟之前的人比起来，也太弱了。你看你多明白啊！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绝撂不倒新剑附身的人。我这叫精壮。哎，会不会是新剪毛呢？新剪毛？哎呀，《西游记》听说过吧？孙悟空，他拔一根毫毛就能变出好多个自己，但是武力值远不能跟正主相比。所以马超身上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新剪毛？但经过你的血之后，经受不住，所以原形毕露了。红纱说的挺有意思。哎，那这毛是什么时候放上去？这是关键。木代的事情，像是有预谋、有计划的，而13000的事情，事发突然，不可能提前安排。那就是临时现场安排。那咱们回去调调监控，或许还能发现些线索。如果红纱的推论是正确的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血，也去试试昨天指证13000和木代那几个人？来，这，哎，之前我知道的不都跟你说完了吗？我只是想问你点新的问题，放心，钱不会少你的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谁干的？你见过他们吗？这3个女孩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你再仔细想想呢。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上次你说你见过，上次，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上桥的吗？那有几个女生呢？女生的脸你还记不记得呀？这3个女孩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你再仔细想想呢。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事情跟我们预料的一样，他们接触过我们的血之后，这些人都推翻了之前的证词。感谢你主动投案，配合了我们的调查，并且提供了这么重要的线索。最近的情况我们也都了解了，你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感谢你的配合，如果后面还有什么问题，还会再联系你的。太棒了，马超已经被警察监管起来，就等他醒了。不过要我说呀，反正我妹妹小师傅已经沉冤得雪，给您道喜啊。马超醒不醒，压根儿无所谓。现在就等13000了，希望是好消息吧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人家交管所有规定，说什么都不让看。但是，我是谁呀？我立刻就改变战略，我沿着街角店铺的摄像头一家一家的找，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拿来。暂停，你们看到没？
大家都在看热闹，就这个女的，不屑一顾的。这叫不屑一顾吗？他要是真不屑一顾，他就压根儿就不会凑上去。他这明显是凑上去之后又走开的。还有其他视角吗？这儿呢，这不他吗？穿一身红，怪瘆得慌的。是啊，他这搭配真是一言难尽。确实有点奇怪。你说这新剪毛是不是这一身红头放的？她应该是我妈妈。啊？木歹，你和你妈妈20多年没见了，而且监控视频里根本看不清脸。你确定吗？只是一种感觉。我的记忆里，她很爱穿红色高跟鞋，每一双都是红色的。还有，我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是我一看见她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吗？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收手了？可是我还没玩够呢。游戏不能总是你一个人玩，还有别人要等着上场。别人？那些和我一样的人？那我会见到他们吗？会的，因为你并不孤独。总有一天，我们永远不会分离。丁国华，长青医科大学博士，现皮肤科的学术带头人，辞去工作转行开书店。开书店？这么有前途的医生去开书店？不止呢，你再往下看看，他被你妈妈砍伤，不久之后就辞职了，但他没有追究你妈妈的责任。还有，你妈妈姓向，恶性死了。向死了。他会知道我妈妈的下落吗？他跟你妈妈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。放心。全场8折，任意挑选。请问丁国华医生在吗？
谁呀？你找我干嘛？您就是丁国华医生吧？你找我干嘛？我们有一些医疗上的事情想向您请教。哦，看病啊！哎，这边。坐吧，坐吧。哪位要看病啊？我替我妈妈看病。谁？我替我妈妈看病。哦，病多久了？很久了。那现在到这儿来啊？您之前给她看过的，说是鳞状细胞癌，绝症，治不好。这叫什么名啊？她叫向思兰，之前给她看过对吧？知不知道她在哪儿啊？向思兰，鳞状细胞癌，从诊断到开药，没问题啊，我都治好了的，我已经给他治好了。你为什么说没治好？你误会我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要干什么去？冷静一点。我说我给他做，我不能说。爸，我是他女儿，爸，是我。其实，他一直都是个病人，只是我工作很忙，只能把他带在身边，方便照顾他。他现在很少发病，就是偶尔会糊涂，糊涂的时候就喜欢给人看病，大家都是哄着他。所以他什么时候才发病的？大概20年前吧。那个时候，他突然开始会误诊所有的病人，而且他说，他只要看到病历，就会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想要去说谎的冲动。而且那个时候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，所以他也误诊了很多人，也包括你的妈妈向思兰。我就说了，你这情况啊，会越来越恶化的。啊，我是尽了力。你的意思是，治不好了？你的这个病啊，就目前医学界来看，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。没事，没事，治不好的。那后来呢？你们发现了之后还将错就错吗？其实有一天晚上，我父亲突然发现了这件事情，他很惊恐。他说他要拿着他所有误诊的病历去找院长。可是第二天，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狡猾、阴暗。他甚至还想继续撒谎。我当时年纪太小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
我就每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反反复复的这样阴晴不定。我母亲是最严重的一个，她被延误了治疗，最后病入膏肓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父亲。我脸都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那个是谁呀？看到那个脸，小心点。还有谁？你说那还好意思回来？哟，包这么严实，不敢见人了。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不说清楚啊，不让走。不是，说清楚啊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你没有看清楚是吧？你不给我好好看清楚！都是你这臭不要脸的！你往人家那饭菜里边扔什么脏东西呢？你那血多脏啊！就是，你自己脏你就算了，你惹得我们大家一起跟着你倒霉，你就是缺德！你们撒谎！你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看见了吗？你挨着个的把这锅切开，啊，你能干什么好事？你还不是吐痰滴血啊？就是！那你找我呀！让警察来抓我呀！报警！你们是我往里面吐口水了，我往里面滴血了，我现在小姐，你把刀放开！中队，你冷静啊，冷静，这病有的治，有的治。没事啊，动了这么久，有的治也没得治。有的治，我给你找别的大夫了啊，我一定给你治好啊！把他放下，把他放下。哎呀，这个病不传染，你们别起哄了。回去吧，我去吧，行吧？回去。你要干嘛呀？干嘛？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看情况紧急，连忙带他去处理外伤。当时医生告诉我，他后背一大块皮肤没有，可是我爸他只是被砍了一刀。那你之后就没见过他了吗？很久之后，我在开发区的藤马雕台看到过一个很像向思兰的人，但应该不是，因为他的皮肤是好的。藤马雕台。我们用热成像仪侦查生命迹象。啊！怎么了？刀！怎么了？在哪儿？哦，刚才就有阵风，把那草刮躺下了。我看到有个大脑袋跟那飘过去了。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这不可能的！看到了吗？你是头过去也太夸张了吧？不是，你以为你拍电视剧呢？就算是真的拍电视剧，你也是负责喜剧的。这恐怖气氛这一块不归你管啊！是我太紧张了。哎，你们来看，这还是咱武一平大姐呢。没想到咱武一平大姐也有过叛逆的青春岁月哈。这么老实巴交一个人，居然也来藤马雕台打过卡。哎，找找有没有宋铁、马超，还有只剩1万3的几个人。对啊。马超在这儿。宋铁，哎，这个柳一乐记得很清楚，柳一乐当时那个指中我的里面就是他。我知道了，来过藤马雕台的人都被一阵风吹过，这风才是关键。风，咱们的心茧幻想也是一股莫名其妙的风。这风应该是某种标记。来藤马雕台的人以为自己打了卡，结果是被打了卡，被种下了心剪毛。心剪毛？我有一个引蛇出洞的想法。
还真别说，我这位置看腾马雕台就跟那大祭坛一样，曹帮忙跪在那儿，像在跪拜，还挺有仪式感的。这叫什么计谋呢？就把我豁出去了呗。头部好奇怪，橘红色的，其他地方都是黑的。胸口像个大漩涡，一片漆黑。曹延华，趴下！追！没事吧？师傅，我有事，不要走。牡丹，别追了，人不见了。城下有距离限制，别急，他说不定会回来。走吧。完了，大壮，完了！怎么了？中风了！中风了？不是，就那风，它绝不是普通的风。我这颅骨啊冰凉，这连着脊椎我发麻呀。红纱，这次你放手。好。师傅，我真的很难受啊。如果猜的没错，新剑矛是伪概念，相思兰是通过那股冷风影响别人的。通俗点说，像是给人下某种病毒。病毒？平时没什么异常，用的时候立马激活。新检的病毒，那咱没事啊。新检的病毒，咱免疫呀。啊，对呀，咱有挂呀。对，那你难受怎么样？现在还觉得颅骨发凉、上肢发麻吗？好多了。你刚才说的病毒是什么病毒？有什么作用？散播谣言，加强版，让散播谣言者对自己的谣言深信不疑，像是亲身经历、亲眼目睹一样。那这事儿我得理理了。就以我那事儿为例，车祸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现场，那难免那些人群当中会有1、2个来过腾马雕台，受过影响的吧？香思兰也在现场，立刻请用了这几个人。虽然他们互不认识，也没有串供的可能，但他们依然给出同样的证词。木奈的情况也一样，甚至更高一筹。你好歹还在车祸现场，而木代压根就不在桥上。香思兰依然能用木代的影像去影响他们。所以小罗哥说，我师傅像是忽然就杵在那儿了似的，感情是影像植入啊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是他亲闺女，他还对你用这种手段。这你就说错了。木代离家这么多年，香思兰压根就不知道他的身世。之所以对付他，是因为他暴露了。我什么时候暴露的？你和张通都来过这儿，张通中招了，而你却没有事情。香思兰肯定大感威胁。还有你的血沾到马超脸上，也暴露。我也暴露了。那所以他才出大招对付我们。刚刚你说，就像祭台一样，我也觉得像。那些为好奇心唆使而来的人，都会被视作拜祭了心结，被打上印记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多名字，香思兰肯定经常在县城里走动，装若无害。可谁知道他走过的时候散播过什么话？这些话发酵后，又会酿成什么恶果？来了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什么方位？咱们的1点钟方向。哎，没有，假装这样写啊。距离我们还有100米、50米、40、30、
20，10。等等。没想到他走了，这个游戏反而更好玩了。你知道怎么好好活下去吗？不要！干什么？有的孩子就是心肝宝贝，有的人就是讨债鬼。爱有多寡，道理都懂，可是这4个字还是挺伤人的。
等你。这场游戏始终没结局，带着走过的痕迹。你换作是我，默契我没底。我变成是你，感受你每一个呼吸，然后继续坚信天划破